呆萌可爱的儿鸟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06个月前，昆桑意外得到一只儿苗，也叫澳洲鸵鸟，原产于澳大利亚广阔的平原上，性格温顺，对人友善，属于鸟类中的活化石，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鸟类之一。看起来像小1号的鸵鸟，就是这长相有点磕碜，头和脖子是黑色的，一身灰不拉几的毛，里面还掺杂着一些白色的杂毛，就叫它铁锤吧。那这玩意儿怎么养呢？昆桑用木板在院子里给铁锤做了一个家，给它一个比较大的活动空间，把铁锤放里面。对于这个新的房子，铁锤很好奇，昆桑还给铁锤安装了喂食器和喂水盆，铁锤就乖乖的在旁边等着，对食物也不讲究，里面放上一些青菜，铁锤就吃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看起来铁锤已经适应了新家，不过昆桑感觉铁锤好像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吃饭和喝水都没有问题，怎么看起来就是闷闷不乐的？还是他长得就是这么忧郁呢？为了缓解铁锤的孤独，昆桑决定给他更多的爱。昆桑买了一件天鹅服，穿上它走到了铁锤的家里。一开始铁锤并没有看到昆桑，当看到这只漂亮的大天鹅的时候，铁锤坐到了地上，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昆桑决定再尝试一次，让铁锤和天鹅来一下亲密的接触。铁锤好像有点看不懂，甚至开始攻击昆桑的天鹅，是不是觉得这天鹅长得太好看了？甚至没有尝试与天鹅进行眼神交流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咬住了天鹅的皇冠，看来他对闪亮的东西比较感兴趣。2个月后，经过昆桑的悉心照料，铁锤产下了3颗蛋，深绿色的蛋非常大，大约有1斤多重，正常是雄儿苗孵化，不过昆桑没这个功能，所以把它们放进孵化器里进行人工孵化，孵化周期为50天。51天后，蛋壳上破了个洞，可以看到里面有东西在动，蛋壳看起来挺厚的，另外一个蛋壳上也有啄破的痕迹。到了半夜2点，小儿苗出生了，看起来很大一只，身上掺杂着黑白色的羽毛，就叫它小黑吧。另外一个蛋壳也有动静，帮它一下可以看到它的喙。而出生的这只小黑，为了避免它的大长腿发育问题，要给它绑腿固定，准备2个杂带绑住腿，中间套上一个橡皮筋，这样可以辅助小黑的腿部正常发育，不会劈叉。昆桑提前准备好了一个90厘米的饲养箱，里面铺上一些干草，饲养箱的上面放上一个保温器，温度设置为36度。到了第2天，第2只小黑也出生了，同样也给它带上绑腿，称一下它的重量，差不多有400多克，把它放进饲养箱里。老大的羽毛已经干燥蓬松了，不过它们还是站不起来，看起来状态不错。3天后，老3也出生了，给它也套上绑腿，这爪子看起来挺像恐龙的爪子。这样3只小黑都顺利出生了。刚出生的小黑非常可爱，比长大了好看多了。4天后，2只小黑都可以站起来，不过老3还有点勉强。那它们吃什么呢？当然也是豆叶、地瓜叶、蒲公英，然后加入一些鸡饲料，看起来还不太有食欲。你是怎么回事？想吃肉了啊？看来要给它们弄碎一些，放搅拌机里稍微打一下，这下就可以了。5天后，小黑们已经可以顺利行走了。如果不再绑腿，它们走路腿就会张得太开，影响骨骼发育。等它们正常站立行走，就可以再下来。7天后，小黑们身上的羽毛更蓬松了，个头也变大了一些。老3还是比较调皮，喜欢啄昆桑的手指，每次打开饲养箱的门，小黑们就忍不住跑出来玩。除了喜欢吃草，小黑们也喜欢吃昆虫。这次昆桑给小黑带来了一些蚕宝宝，好家伙，还没来得及给他们介绍，就吃上了，脚下也踩了一只。小黑们出生第一次见昆虫，还不知道怎么吃，咬进嘴里又甩了出来，想吃又想玩，可能是蚕太大了，有点吃不进去。这只比较小，总算吃进去了。慢慢的，其他的小黑也学会了吃虫子。1个月后，饲养箱里关不住小黑们，活化石被养成了走地鸡。昆桑没事就带他们到野外玩，顺便也能让小黑们吃点野味。呆萌可爱的6角恐龙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6角恐龙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宠物，
了解的人肯定知道，不了解的人肯定是不知道的。原产于地球另外一边，墨西哥的索钦米尔科湖，学名是墨西哥洞口螈。据说可爱的它们在野外已经濒临灭绝，在中国人工养殖非常成熟。本来它们的颜色是黑色和棕色的，是正儿八经的小黑。宝可梦里的乌波原型就是六角恐龙，头上的6个角其实是它的鳃，是用来呼吸的器官。就算它已经成熟，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形态，终生保持幼体的样子。这是因为六角恐龙体内缺乏甲状腺素，给幼年六角恐龙体内注射激素，它们是可以长大变成永远的，而且即使腿断了，也可以再生出新的腿，这是挺神奇的。2年06个月前，昆桑就整了一只，看起来身子像果冻一样柔软，圆乎乎的，像假的一样，粉嫩粉嫩的，就叫它小黑吧。把包装剪开，轻轻地倒进泡沫箱里，然后加入一个氧气头，用圆管慢慢的往里面滴水，开始给它过温过水。1个小时后，过水结束了，就可以把它放入鱼缸了。最适合的温度是19到22度左右，夏天超过28度，鳃毛状态就会不好，食欲也不行，颜色也会变深，整不好就有BBQ的风险。养它昆桑也跟着沾光，夏天多了一个开空调的理由。养它只需要一个小鱼缸，里面放一个水妖精就可以了。那么它吃什么呢？昆桑拿出一些冰冻红虫扔到鱼缸里，小黑马上闻到了味道，不过想吃到美味可能还不容易。好家伙，每吃一口就得跳起来一下，你这吃饭有点浪费体力，还没吃饱可能又得饿了。看着小黑能吃东西了，说明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。昆桑决定给小黑打造一个大豪斯，准备一个60厘米的鱼缸，底部铺上细沙子，不能铺小石子，避免小黑不小心吃进肚子里。把沙子铺平，然后装上水妖精，在这里铺上火山石，挡住水妖精。小沉木一插，小植物一种，加上纯净水，一个6角恐龙造景缸就完成了。养水几天后，水活了，里面产生了消化细菌，把小黑搞里头。小黑来到了陌生的环境，趴在角落思考事情。哎呀妈呀，这是我家吗？坤哥给我盖了座大豪斯，这房贷怎么还呢？不过房子建的再漂亮也没用，小黑是个高度近视眼，住大豪斯和住鸽子笼也没啥区别。这造景是给人看的，对于小黑来说根本看不清。小黑住到大豪斯之后，一直没什么动静，对着玻璃发呆。昆桑决定继续观察一下。1个小时后，小黑终于动了，他想钻到石头缝隙里，看来他想搬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在角落撒上一些红虫。小黑闻到味道马上出来了，不过他一口都没吃，又钻了回去。看来小黑是真的很喜欢黑夜。昆桑又给他多加了一些红虫，总算露出了头来。走得太慢了，只能加速才能看到他的步伐，而且走了几步就不动了。昆桑只好把食物放到了小黑嘴边，但是小黑吃起了沙子，红虫和沙子一起吃，鸡肉味啊呸呸呸，差点把红虫也吐了。因为缸里铺了沙子，小黑吃起饭来也变得困难了，所以昆桑临时把小黑整到了隔离河里，在这里可以大口的吃红虫了。吃完饭再回到大豪斯里，一整天小黑都在爬来爬去，不知道在找什么，可能是在玩吧。他很喜欢这个草丛，6角恐龙非常便宜，那不代表就可以随意的乱养和抛弃。不过到了夏天室温控制不住的时候，养它还是有点不合适的。好了，本期6角恐龙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